60元，教你在家做一周丰盛的食材汤哦。这京葱给它斜刀切成厚片。老板，你这个是什么鸭子？正花鸭。这个是黑毛还是白毛的？白毛。白毛的是吧？正花鸭都是白毛。这玩意儿做姜母鸭、咸水鸭很带劲的啊，这种比较瘦，没有什么脂肪的。老板，这一斤多少钱？13块。13是吧？对。这一只大概有3斤出头吧？差不多3斤1两一这个。老板，这个要帮你砍掉吗？哇，老板真好，还要帮忙切是吧？不用，有的，我自己切啊。好。视频里面还没出过芥蓝啊，感觉这个蛮嫩的。我这样手一抓一大把，刚好够一盘，这样子够一盘了。多少钱？6块。6块啊，来一把。老板，把汤多少钱？把汤1斤3哦。1斤3哦，1斤3元啊。虫草花多少钱？3块5。这一盒3块5，来一包。新鲜的虫草花可以炒，可以做汤，也可以蒸。那这3样一共多少？10块。10块。好，看到了2管鱿鱼。老板，这个大管多少钱？然后这个鱿鱼呢？18哦。好，大管是一整个身体都是管状的，鱿鱼的话，你看它这边有一个尖尖的。大管的口感是爽脆的，鱿鱼的话它比较有嚼劲，你懂的，所以价格很明显差很多。我看上这一只了啊，不要再有买菜纠结症，这么大的菜市场，跟我一起做起来吧。今天这3样素的10块，这一只15块6，这只40，那加起来就65块6咯。清洗鸭子的时候啊，这嘴角有一个膜要把它去掉，颈部要剪开，这旁边有一块淋巴你要去除掉，这一块是不能吃的。你看这颗粒状的，再用剪刀把它剖开。这边有2块肺是不能吃的，同时把它处理掉。如何处理这个鸭胗？就是用剪刀把它剪开啊。里面你看它吃了很多沙子，为什么有很多沙子？就是帮助它里面消化食物，把这筋毛撕开啊。像这样清洗干净啊，鲜鱿鱼也是要处理一下的啊。从这上面撕开一个口子啊，像这样把筋膜脱掉啊。清洗干净，把这鱿鱼头剪开啊，然后这眼珠子啊，要给它弄掉，拿掉鱿鱼嘴这个牙齿。虫草花洗一洗，芥蓝心也是要泡水，嫩不嫩啊？看这里，你如果能够很顺的一整条撕下来，说明比较老；如果它会断掉，说明还是比较嫩的。尾部这个地方很关键啊，有2颗比较烧的，就这么说吧，这2颗可是鸡、鸭、鸟类身上的一种光滑剂，它会通过嘴巴抹在羽毛上面，下雨的时候很滑，就不会撕掉啦。有时候你会看到鸭嘴啊，会啄屁股，然后在身上蹭一蹭，就是这样的作用。鸭胸肉炖汤啊，基本上很少有人会吃，因为它比较涩、比较干，所以啊，我就想着给它单独取出来，刚好取了2块啊。再像我这样子斜刀把它切成薄片。我也有更新了几十期的详细的美食教程的，如果你不知道吃啥做啥，可以来这边找灵感。你看啊，这个从30到100不等的价格，给你搭配好了。下生抽调味，老抽上色，1勺土豆淀粉，直接抓拌均匀，腌制上浆。这芥蓝心比较长啊，1开2，然后像这种粗的对半开。我之所以会选择这个鱿鱼啊，是因为它比较厚，比较好切花刀。你看，像这样保持垂直啊，不要切断。刀要锋利，手要稳，脑袋瓜千万别打盹。这个时候给它换一个角度，继续切。有些人就喜欢静静看视频不聊天，但是他会点赞。这样的人帅气低调，有内涵，美丽大方，很优雅。说的就是你，不用再怀疑。头部这边1开3。再把鸭子砍成块啊！这种嫩花鸭比较薄啊，肉也比较韧，砍成这样的小块啊。每个炖盅里面下2片的生姜，少许的这个虫草花，把这鸭腿、鸭翅放一起，鸭头和鸭掌放一起，里面加点盐，温水加至8分满。这样的蒸汤1人1份，刚好不浪费。水烧开，中火蒸1个小时啊。切成块的鸭肉下盐，少许味精，2块的豆腐乳、胡椒粉。只要鸭子新鲜，食材好，不用过水，才能保证它的鲜甜度。砂锅里面下芝麻油，
下生姜片和葱，但是生姜要去皮啊，如果不去皮，生姜表面是凉性的，作用就不大了。鸭肉悄悄下锅，顺着锅边来多一点的料酒，扣上盖子它就不会跑啦。焗40分钟，把切好的鱿鱼像我这样的放啊，保持100度往上浇，浇个3、5、7、8下，再像这样子放下去，让它卷起来。你看啊，像这样子卷在一起来，这头尾一起倒进来烫熟。再次煮开，捞起来，这个状态是很脆的。水烧开，虫草花下去烫，开大火煮开20秒就可以捞起来。先垫在盘底，尾部啊稍微改一下刀，中间可以斜刀切，不要切太薄啊。像这样摆整齐啊，就很漂亮。传说当中的鱿鱼花像不像？淋上蒸鱼豉油，撒上葱丝、红椒丝，最后热油酱香。白灼鱿鱼花，好吃人人夸。低油温滑肉片，这样既不粘锅，还能保证肉片鲜嫩不柴啊！滑熟了捞起来，特别的亮。生姜、大葱倒进来，开中大火把葱煸香，不要用力翻它，不然会散掉的啊！红椒和黄椒倒进来，加点盐，淋点料酒，来点蒸鱼豉油，中大火炒熟，炒入味。这个时候鸭肉下锅，大火翻拌均匀。出锅，葱爆鸭胸肉还是不错的啊。换成其他肉也是可以这样炒的，要懂得举一反三啊，香喷喷的。锅中下油，来点拍蒜红椒，芥蓝悄悄下锅，来点盐，少许味精，少许清水。芥蓝带梗的，你得炒熟一点，透一点，完全变成翠绿色。大火翻炒，出锅了啊！爽脆可口的蒜蓉芥蓝搞定。姜焖鸭鹅汤马上好了啊！这样的四菜汤我会持续更新给大家参考，不要错过啊！时间到了，出锅。这鸭肉本身有很多油啊，所以你看它根本就不会烧干掉。剩了点葱丝、红椒丝，别浪费了，刚好点缀。哇，真的很香！你看啊，因为砍得比较小块，所以它熟得很快。炖汤也搞定了，把上面的油脂打掉，喝了更不腻啊！像这种炖汤啊，时间越久汤越香。看看鸭腿，软烂入味了。你看嘛，40元一只鸭子做了3道菜，合理的利用起来，一点也不浪费。有砂锅的，有炒的，有炖汤的，真的很赞。菜做好了，此时此刻又有人说他自己强得可怕，很想下厨房，那就行动起来吧。何谓剥皮？就是把皮剥掉就能吃的鱼。叫做7言绝技刀法，比如说郑汪伦、唐、李白。李白乘舟将欲行，不闻岸上茶歌声。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仔细听节奏啊！78，教你在家做一桌丰盛的四菜一汤。今天吃鸭子还是吃鸡呢？这一只好像看着还不错。鸡的话，其实就要选瘦一点的，脂肪比较少的，才不会那么腻。这个黑脚的。这1斤多少钱？1斤14块。14哦。目测这一只应该在2斤半左右，看一下。郭总。2斤2。2斤2，31块9。这一只，哎，老板，这剥皮1斤多少钱？20。有没有便宜点？这个还有没有？没有。啊，就选定这一只的啊，尽快买。多少钱？30。裸秤再装的，还是挺良心的。天气这么热，吃点苦瓜还是不错的。苦瓜1斤多少？这个6块。6块啊。白萝卜多少？1块5一斤。好，这小葱看着不错，1斤多少？5块。5块啊。生姜也需要，红辣椒也要来几个，一共多少？16块。好，买菜就要迅速果断，10分钟搞定。话说洗菜也考验一个人的耐心哦。剥皮它是没有鱼鳞的，怎么处理呢？先把它的鱼鳍这边处理掉，从嘴部这里啊。它的表皮啊，摸起来就是沙沙的，一干二净。怎么越看越熟悉啊？原来是有点像面膜，这2块是不能吃的，丢掉。你选的时候就得选这种瘦一点的，没有什么肚子的。再从这个位置给它剔除一下内脏，直接切到嘴的位置啊，可以连鱼鳃一起处理掉，这样处理起来就很干净了。这鸡呢，回来也要检查一下，有一点点鸡毛这边。
先把它的指甲通通剪掉。开火也不用开太大，从这个地方。处理画面呢不适合拍摄，你只要把它洗干净。今天这些食材去掉了78，所有的食材在这边呢，你可以截张图。这样的四菜汤我也更新了几十套了。你平时不知道吃啥做啥的时候，可以来到这边找灵感。毕竟学到就是你赚到了。苦瓜像我这样切成斜刀片，有些人就喜欢静静看视频不聊天，但是他会点赞。这样的人帅气低调，有内涵，美丽大方，很优雅。这个小块的生姜给它掰掉，然后给它拍一拍，顺便拍点小葱。用开水烫一下鸡的表皮，让它缩得更紧，也更容易入味，更容易上色。烫完立即把水倒掉，下拍好的葱姜，20克的盐焗鸡粉，少许的花生油，先这样搓一搓啊，里里外外给它涂抹均匀，腌制5分钟。可以把鸡爪和葱姜啊塞到肚子里面去。电饭煲里面垫点葱叶子，腌制好的鸡放进来，剩下的汤汁别浪费，淋上去，淋一些料酒在上面。其实它就像一个烤箱一样，点个煮饭键，40分钟就可以了。剥皮呢，它可以切成这样斜刀剥片。这种鱼基本上没有刺啊，它都是软骨。你看，白白的啊，这样切起来就很漂亮啊。然后给它放在盘里面。这菜板也是每天必刮一次，防止它发霉，防止它有异味。加去腥的葱姜、柠檬片，下2勺盐，10克左右，少许白酒，抓拌均匀腌制5分钟。在下盆同安呢，有一道必备的凉菜，闽南话叫做菜岛生，就是酸甜白萝卜的意思啊。今天我来把详细的制作方法跟你分享一下啊。首先呢，先把它切成薄片。枣花白帝城，唐李白。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新手切菜呢，5个手指自然弯曲，中指的第一个骨节顶住刀膛，退的时候是这样子，慢慢向后退。你不退的话会切到指甲的啊，看一下。退得越快，切得越粗；退得越慢，切得越细。你看我手这个是慢慢向后退，刀慢慢向前进，手在退，刀在走，小心不要划到手，是吧？它是做到一个心手合一啊，节奏要掌握在你心里面。我就知道弹幕上又有人说耐切完了，确实是要这样坚持，你才会进步啊。少许胡萝卜丝搭配颜色是没问题的，下多一点的盐啊，主要是为了把萝卜的苦涩味给它挤出来。就这样给它抓个2分钟左右。你看啊，我抓了这么多水分出来啊，这些是又苦又辣。把苦涩汁先倒掉，再用长流水冲5分钟。这期间呢，你要给它多换几遍水。这个时候再把水分挤干，全部挤干水倒回来，下40克的白糖，40克的白醋，再次抓到出水啊！你看，像这样子，给它腌制1个小时，它就很爽口。可以把腌制好的剥皮给它拿出来。锅中加油，把鱼悄悄摆进来。开中火像这样半煎半炸，比较容易熟啊。煎到这样表面金黄，可以出锅了啊！你看，香煎剥皮搞定了啊。锅留底油，下葱蒜，苦瓜悄悄下锅，就这样开大火给它炒香啊。没有过水的话，就加少许水，来点盐，加点糖，比较不会苦。家常菜嘛，尽量一锅出菜比较方便。你看啊，炒到完全透明状，也就熟了。清炒苦瓜出锅。如果怕苦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加点醋，但是加醋的话，苦瓜很容易黄掉，所以加糖还是比较合理一点。锅中下油，下多一点的葱段，开中火，把葱油的香味炒出来。往锅中下开水，准备3个鸡蛋，正常家里都有备鸡蛋吧？当你不知道喝什么汤的时候，那就是鸡蛋简单粗暴。调料只要来点盐，保持沸腾啊，蛋液慢慢下，这样才会拉丝，才会好看，才会真正的出蛋花。再次煮开啊，关火了，不要煮太久，不然它会缩回去的啊。碗中下一把葱花，淋下去。葱花蛋汤简单又好喝啊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腌制好的酸甜萝卜也可以装盘了。鸡也好了啊，小火慢急的确实比较香啊，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了。你看这锅里面的水根本不会干掉，
这样的盐焗鸡，你看，哇，很棒。我还是那一句话，不知道吃啥做啥，来我这边找灵感就对了。我愿意跟你分享。会不会感觉今天的78四菜汤没什么吃的？我感觉这个很爽口。好吃啊！这可是好东西啊，土鸡，鲜嫩美味。